杜飞太太来了，在你办公室。他看到那篇报信者杜飞了？当然，微博已经转发好几千了，公众号上大家也都在声援，为众人报信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黛西来了吗？他来了，我马上让他去找你。他怎么又没来？他加班到今天早上。杜太太，报信者那篇文章你们发的，怎么了？怎么了？杜飞现在在取保候审阶段，法院还没判呢。人家反复的在叮嘱我们不可以公开发声。这样，你们就说这不是你们发的，您就说你不知道就可以。我不能说我不知道，他们抓了我丈夫。他们又抓了杜飞。今天来了几个便衣，正好孩子在家呢，他们就跟杜飞说带杜飞走一趟，还说因为孩子在家，就不给杜飞戴手铐。这是什么呀？委托我为你丈夫代理的协议。我为什么要委托你？刻不容缓，请你相信我，恳请你相信我一次。罗老师，您找我？马上联系到这个名单上的所有人，问问有多少人愿意为杜飞求情作证。好，是谁写的？那个报信者杜飞。何赛老师让我写的。你写的？啊？为什么要写？啊？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你哪儿听说的这些啊？谁让你发的？杜太太，这个事情我们回头跟你解释。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你先生的问题。马上删除那篇微博。删除。何赛今天有点不正常，你最好躲着他一点。最好躲着我一点。你怎么了？你要删了？罗宾让你删的吧？罗宾太高了，删了。我们就没什么把柄了，而且肯定会有截屏，到时候大家肯定会更加关注这件事儿。大家会说，为什么删了呀？你是来为昨天的事情向我道歉的？我是以实际行动来纠正我的错误。你犯了什么错误呀？我不应该未经你同意就把你踢出合作。那你现在要以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纠正你自己的错误呢？你马上去给杜飞办理取保候审。他不是办了取保候审了吗？对，但是因为前2次传唤他没去，所以他就被批捕了。他为什么不去啊？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罪。那我们两个是拍档，为什么我一个人去啊？这点小事儿，我就不用去了吧？对，这么点小事我自己去就可以了。那你干什么啊？在我去给当事人办取保候审的时候，我想去找一趟你父亲。你找他干嘛？我打算说服检察院，召开一次听证会，邀请著名的法律专家、法学教授群策群力。召开听证会，其实意味着检察机关主动把司法行为放在阳光下晒。在办理公诉案件过程中，召开听证会是践行正义不仅应得以实现，而且是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办案过程中，不存在哪个部门办错了案，这只是一种理念的碰撞
和对法条理解的不同。听证会可以让参加者通过程序公正坚信实体公正，让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口服心服。公开听证可以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提高司法决策的透明度。您好，您好，我是全景律师事务所罗宾律师的助理黛西，我想跟您了解一些情况。杜飞先生您认识吧？认识，他是不是曾经分文未取，给您购买过药品？有这么回事儿？他人特好。我们这儿有个请愿书，杜飞先生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忙，您能帮我签个字吗？听证会一般首先都是公开的介绍案情，然后聘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司法局的代表，会就案件进行提问。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所以杜飞才不想去，他怕逼着他当场认罪。听证会不是审判，但是也会有意见相左的双方互相辩论。那我不去行吗？我怕去了会控制不住情绪动手。别紧张。我要去趟厕所。你先去跟大家打个招呼。日子，哎，你好，你好，你好！哟，哎呦，何老师，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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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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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哎，好，哎，你们坐啊！好，我们坐，我们坐。哎呀，你们这个案子啊，影响很大呀，一定要把它办好啊！我明白了，何老师，还请您多多指导。哎，客气，坐，你们坐，您先坐，您先坐。哎，杜飞，你不要紧张，你就记住一件事儿：态度平和，绝对平和。不管谁对你说什么、做什么，你就放松，保持微笑就好，不要有任何抵触情绪，尤其是对负责办理案子的人。我不想进去。我不去可不可以？你不去可以，但是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今天听证会不仅邀请了很多专家，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包括具体负责办理案子的人。你想让我当众承认违法？我们之前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我就是觉得
如果我承认违法了，他们是不是就可以判我了？我听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你不要听东听西的，你应该相信我。我们今天来这儿的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征得他们的谅解，让他们知道你这么做的动机绝对不是从中牟利，而是一种善举。你对司法机关对你的指控都是认可的，但你希望政法机关他们能够谅解你，能够对你从轻处理。他们会认定我有罪吗？我不知道，但是你应该相信我，我会努力，会尽全力为你做无罪辩护。你以前答应过我的，不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你都不要有抵触情绪，只需要保持微笑就好，好吗？微笑。何赛，你怎么了？哦，没事儿。可能是吃坏东西了。你们先进去吧，我一会儿进去。你确定没事儿？嗯，没事儿。我们走吧。哎，罗琦姐，黛西啊，罗宾老师他不在啊？没关系，我不找他，我找兰兰。找兰兰？对，蓝红的妹妹，她告我了。他告您？从法律的规定上看呢，杜飞啊，确实构成犯罪，法不容情。你们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口子一开，意味着什么呀？那就意味着国家药品管理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而且那些守规矩、守法的制药企业，他们的药品专利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法律规定啊，药品专利保护期为20年。那么在这个20年里，新药就是独家垄断商品，即便是有些药厂获得了此药的配方，也不能生产和上市此款药，销售和代理的单一性，导致药品价格不能随着市场的变动而变动。不好意思，我刚才打了个电话。你是想接案子想疯了吧？是不是没官司打呀？平时？我只是一个律师，我并不想打官司。如果您可以把财产退回来的话，我可以建议我的当事人撤诉。我劝你的当事人赶紧撤诉吧。如果搞不定的话，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影响他们夫妻间的感情。如果到时候再不巧打个离婚官司，那就活成笑话。我不介意多打一个离婚官司，我也不介意多接一个离婚的案件。其实，我的当事人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我已经这样劝过他了。哎呀，兰兰，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大好。咱俩是一个律所的吧？根据利益冲突的原则，我既然代理了原告方，你就不能代理被告方。我没有代理，我只不过是作为罗琦姐姐的朋友，我这么说而已。作为朋友，你应该给你的罗琦姐姐尽到普法的义务。可是并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说丈夫给自己的前妻买房，这是违法的。这个案件已经很明显了，季玉给罗琦买房的购房款是季玉和我的当事人蓉蓉小姐他们夫妻共有财产。
但是季玉并没有通过蓉蓉女士的同意赠与了罗琦女士购房款，侵犯了其合法妻子蓉蓉女士的财产权。法律规定，生父生母对孩子理应承担所有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以保证孩子的健康成长。可是法律并没有任何一条规定前夫有给前妻买房的义务。那如果季玉先生认为这笔费用是孩子的抚养费呢？这是购房费，这不是抚养费。我也提醒你，这笔费用的性质它就是抚养费，只不过罗琦女士是拿这笔钱去购了房产而已，这也是为了保障子女的健康成长啊，完全合法。一个父亲给孩子抚养费，这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他老婆觉得有问题，应该问他老公啊。问得着我吗？可是你拿这笔钱去买房了，这就是购房费、抚养费。何家义老师是我们的前辈，我非常尊重何老师。但是在这个事情的观点上，我跟何老师的观点不同。我认为杜飞的行为类似于紧急避险。他为了挽救几千名买不起昂贵药品的绝症患者的生命，不得已违反了我国药品的管理法规。不得已违反了法律，不是违法吗？当然是违法。罗律师啊，我问你个问题啊，你刚才说杜飞为了挽救几千名买不起昂贵药的绝症患者的生命，不得已代购了假冒的仿制药。如果说杜飞的这种行为不违法，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所有以活着为目的的行为都可以不追究法律责任呢？二，我们国家的药品专利保护是不是就是一纸空文呢？是这样，何老师，杜飞的行为呢，确实是损害了药企的利益，但是他却保证了更大的公民的权利——生命健康权，以损害了小部分人的利益，保护了更大的利益。不，我不认为他保护了更大的利益。我们大家一直在说杜飞为了挽救那些吃不起昂贵的抗癌药患者的生命，不得已而铤而走险。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抗癌药动辄要几万块钱一盒？新药的研制、实验都需要资金。一个国外的创新药从研制到上市，据我掌握的资料，它的直接研究支出至少也要7亿美元。如果再算上那些失败的药物，一个药物上市，那么至少也要25亿美元，而且它只有10年的销售期。这只是研发费用，还不算后期的销售费用、制造摊销，所以它注定不能薄利多销。我非常同意这位专家的意思啊！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不尊重、不维护药品专利，放纵那些便宜的仿制药，那么还有哪些药厂会投巨资去研发新药呢？如果没有人研发新药，从长远的角度上看，那么我们面临的损失不更大吗？那就要看我们如何确定什么是更大的利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是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认为，司法的原则和宗旨就是以人为本，保障人权。在公民的人身权益中，最大的权利是生命权。所以，如果认定杜飞的行为构成犯罪，那么将背离刑事司法的价值观。请在座的各位能够再次认真考虑一下。
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帮你转交给罗宾吗？谢谢，我想自己给他。那我先下班了，你走的时候把门带上就好了。谢谢，不客气。丽娜，谢谢你，我知道你帮了忙。应该的。两个失望的人，不要再因为分手多失望一次了。所以我火速另嫁他人，不是因为钱，是因为失望。失望，你懂吗？你是不愿和我一起？我不愿意跟任何人一起。可是我们过去是搭档。很久以前，那是很久以前，非常久。我时常怀念过去，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记得，过去都是假的。百年孤独，我喜欢这本书，我是因为这句话喜欢这本书。划过
你的泪眼，好久没有你的消息，是否努力把我忘记？时间过太快，我只想让你明白那些刻骨铭心都。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记住，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切以往的春天都不复存在，就连那最坚韧而又狂乱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实。唯有孤独永恒。世界里存在吗？老罗，我换所了，是家外企所，在上海。明天一早的机票，没时间跟你道别了。日后你或你的朋友在上海有什么业务方面的需求，记得找我哈，保持联络。另外，我在全景签的客户，拜托你照顾，谢了。都没有你的消息，是否努力把我忘记？时间过太快，我只想让你明白，那些刻骨铭心都还在。你过得还好吗？偶尔会想我吗？想没想过重逢的一刹，会把我紧紧抱住吗？你过得还好吗？还会有一些期待吗？我还在你的世界里存在吗？我还会在你的世界里存在吗？谢谢鼓励，继续努力。喂，老大。喂，老大。罗宾啊，你到哪儿了？马上到你办公室门口。好，等你。好。来啊，罗宾，李会长等你半天了。你好。您好，您好。你们主任说你每天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哪里，让您久等了，请坐，请坐。喂，你好。帮我接罗宾。罗宾现在正在忙。跟他说是季玉给他打电话，让他接电话。他现在可能不太方便。杜飞案的处理不光推动了医药管理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我们司法理念和执法观念的转变。我们律协有很多年轻律师，你给他们做个讲座吧。不敢。其实这个案子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整个团队。我们这个团队呢很优秀，
比如说有何塞、黛西这样的，真的，这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功劳。你就别再推了，给年轻律师办讲座，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是你们这些成名律师的责任。哎，你放心吧，他肯定去。他要是不去的话，我可找你。好。年轻律师缺少的就是实战经验，你好好给他们传授传授。就以杜飞案为例吧。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好，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再见，请，再见，再见。哟，对不起，你们先走，我接个电话。喂，我是，你老爸还在生你的气呢。冯老大说了，过几天找个时间专门去看望看望你父亲，顺便解释一下。虽然我们对案子的意见相左，但这并不代表不尊重他。刚才那是咱们律协的会长吧？没错，你应该认识你父亲的学生。我当然认识，可是他见着我像没看见一样。可能下电梯没注意到吧？我都听见了。听见什么了？你要去讲课，杜飞案啊，对。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去讲。什么叫如果我喜欢我去讲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喜欢的话，你去讲嘛。我是从来不喜欢给别人讲课，我也从来都不喜欢给别人讲课。不喜欢就不喜欢，那么大声干什么？我们俩是超级无敌啊！我是超级，你是无敌，我们俩是搭档。可是现在呢？所有的功劳全是你的，所有的荣誉也都是你的。我猜你刚才连我的名都没提吧？何塞，你真的是个小心眼儿。你猜错了，我提了。我不光提了你，我还提了黛西。对，这就是你贬低我的方式。你不拿我跟你相提并论，你拿我跟你的助理相提并论。看看几点了？你迟到了。如果你准时到的话，你就会在场，你可以当面向领导汇报工作。可是你呢？利用上班的时间去买水果做的水。你别占了便宜又卖乖啊！我占什么便宜了？哎呀，你好无辜啊！你无辜的就像水果水一样。蓝红的告别信，他辞职了，去了一家上海的外资所。还有什么事儿吗？季玉，他可能要找你麻烦。怎么了？他找你了？什么事儿？他没跟我说什么事儿，但是你有什么话能不能直说？罗琦又不让他看孩子了，而且可能要终止他的探望权。为什么？因为季玉要当爹了吗？要我说，这次不是罗琦的错，是蓉蓉开的第一枪。蓉蓉？蓉蓉把罗琦给告了。喂，说。陶月，嘉豪这孩子也是我儿子，我和你一样爱他。但是这件事他做错了，这孩子太任性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不是说不给他钱。好，你先消消气儿。这样吧，我现在回家了，咱们见面再聊。好。妮娜，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第一，你一直在忙杜飞案，忙到飞起。你太夸张了。如果你想告诉我，发个微信都可以跟我说一声。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不止我一个人。何塞也知道，为什么他就可以不告诉你呢？何塞不告诉我，当然可以理解。蓉蓉是他表妹，那我不告诉你，你应该也可以理解。蓉蓉的代理律师是兰兰，兰兰是蓝红的亲妹妹。如果是我告诉你的话，你也会觉得我在挑事儿。琳娜，我们之间最基础的信任总该是有的。是的，我们以前是有这种基础的信任，但是自从蓝红来了之后，只要我提跟他沾边的事儿，你就觉得我是故意针对蓝红。你甚至还警告过我说让我不要挑拨你和蓝红之间的关系。你用警告这个词也太夸张了。一点都不夸张，不光我这么觉得，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只要跟蓝红沾边的事儿，没有人愿意掺和。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你，你前女友辞职了？他的亲妹妹代理了你亲外甥女儿的后妈，告了你的亲姐。你能不能别绕来绕去，火上浇油啊？我火上浇油？你怎么不去怨那些点火的人呢 ？OK， 麻烦你现在帮我约一下季玉，我要请他吃饭。他要是不愿意来呢？你会有办法的。兰兰，我早上去买早餐的时候，我怎么没看见你啊？我无意中我翻了一下你朋友圈，我怎么看不了你朋友圈了？是不是你把我给屏蔽了？我给你买了那个燃力的那个手工面包了，要不我给你送过去好不好？兰兰，我前一段时间呢，我的确是太忙了，你知道吗？我又复盘了一遍咱们俩上次吃饭的事情，的确啊，的确我们是，闹了一点小的情绪，闹了点小矛盾，但是都赖我，知道吗？都赖我。是因为我分神了，是吧？我不够专注，所以我得向你道歉啊！这件事情太不礼貌了，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好吗？我道歉的意思呢是这样的，我要以我实际的行动来改正我的错误，啊，我想呢，你能不能跟我呢再吃一次饭？我这次一定不分神啊，一定。你这出去，我这有事儿呢。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蓉蓉告我姐的事儿？不是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是我上级啊，我为什么什么事儿都跟你说呀？你之前还说我们是搭档，对，你是超级，我是无敌。对吧？我们是伙伴关系，但是在你心里边，你从来想的都是你自己是超级无敌，而我呢，只是跟在你屁股后边的一个透明小伙伴。所以咱俩之间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平起平坐啊，不存在什么荣辱与共，当然不存在。罗琦是我姐，蓉蓉是你表妹，你表妹告我姐律师是你介绍的，你连跟我说都不说一声。哎。当时我正在陪着你跑杜飞的案子，对不对？忙的是焦头烂额的，这事你知道啊？啊，我表妹来找我，我当时不在单位，对不对？所以我就让兰兰，怎么着？你这是在找借口，不知道兰兰给你表妹出过什么主意。律师是有为客户保密的义务的，兰兰现在已经成为了我表妹的律师啊，那么她就有保密的义务，我尊重她这一点。所以说。从这之后，我就再也没有问过兰兰任何我表妹的事情，兰兰也没有主动跟我说过任何这件事情。虽说蓉蓉她是我表妹啊，但是既然她已经成为了兰兰的客户，那么我就不能再去找兰兰去打听任何蓉蓉委托给她的事项了。你可能觉得蓉蓉是你的客户。你要维护你当事人的权益，但是我告诉你，你太年轻了。当有一天你到了我这个岁数，那我也不会成为你这样的人。我哪儿得罪你了吗？你没得罪我，但我看不惯你欺负人。我欺负谁了？我欺负你了吗？你一直都在欺负我。你找人告了我姐。我来问问你怎么回事，这就叫欺负你。
你们俩真的是真爱，我信了。所以，祝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嘿，罗宾，我家里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哈。那今天还回来吗？有事吗？有一些报销单需要您签个字。哦，儿子再说吧。哦，对了，蓝红跟你说了吧？他说他走了，他把他那客户都给你了。好，走了。他儿子。他儿子？他儿子怎么了？不是一直在国外读书吗？说是在国外读书，其实一直用他老爹给他上学的钱在干别的事情。真不生气，封印都快气疯了。那陶月知道吗？知道有什么用啊？知道这也是亲生儿子，用的也是亲爹亲妈的钱，总能告他是诈骗吧？也不能送公安局去。黛西去哪儿了？他在楼下咖啡馆办公呢。为什么去楼下咖啡馆办公？因为你不让他在律所里提供无偿法律咨询啊。你就为这点事儿，你就从上海飞回来啊？我都气疯了好吗？你看我这上我上的，你看看。哎呦，还真是呢。哎，我那个屋子空着呢，带钥匙了没有呀？有，我还能过来找你。就知道，来拿着，拿着。哎，我跟你说啊，真的挺气人的。刚开始我还觉得他爸妈挺好的，一听说我们要结婚，就主动给我们买房子。后来我这一想，越想越不对劲儿啊。他们家主动给我买房子，他们家付首付，那房本上没有我的名字，那这房子以后就和我没关系，对吧？如果房本上是你男朋友的名字，你俩婚后一起还贷，那么还贷的部分以及还贷对应的增值，就是你俩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为什么我爸妈和我说他父母出的首付，房本上没有我们家人的名字，那以后房子就是他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如果说房本上是他父母的名字，而且是他父母付的首付，那么这套房子当然是人家父母的了。所以呀，我就和我男朋友说开了，我说你爸妈出一个首付，号称给我们买房子，但婚后我和你们家一起还房贷，房本上没有我的名字，相当于我帮你们家买房子，我等于扶贫呢我。哎，你个大傻子，你怎么能这么说呀？你这么说多伤人呐！那我怎么说呀？啊，好听的话都被他们家给说了，说美薇呀，你作为我们家儿媳妇儿，我们不能让你受委屈，房子呢就我们来买，月供呢由我们帮忙供，你们的钱用于家庭开支。我这一想，他们还挺会算账哈。我能和他们儿子过一辈子就过一辈子，过不了一辈子，他们还落一房子，房子是不动产，我什么也落不着。我的钱用于家庭开支，他们的钱用在月供上。你这么想嘛？你最起码还落着爱情了呀。我呸！那我还结什么婚？我光谈恋爱不就得了？人类为什么要发明婚姻啊？婚姻制度本身是产权制度，他们家把钱花在不动产上，我的钱用在消费上，想什么呢？太鸡贼了吧他！那你就一怒之下，你就从上海飞回北京了？我为什么去上海啊？我在哪不能创业呀？我千里迢迢去上海，我还不是为了他呀？我为我们的幸福而努力，他们家在背后给我弄算盘珠子，根本没把我当自己人。请您喝咖啡。我给你发工资，不是让你利用上班时间去给我买咖啡的。您不是经常喝他们家的咖啡的？那也用不着你去买，我自己有。罗老师，那个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过来找我，找你咨询，那为什么不在律所咨询呢？我们有咨询室，有会客室，有客户接待室。因为您说律所禁止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那你知道律所为什么要禁止免费的法律服务吗？因为场租费很贵。那你还这么做？所以我就换到咖啡馆去了嘛。好，那我们现在定一个原则，以后每一个月你只能对一个客户进行一次免费的法律服务，没商量。
怎么了？你知道罗琦告了季玉吗？是蓉蓉先告的罗琦姐。你知道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还以为你知道呢。好，那现在我希望你能够去说服罗琦还钱。撤诉。一点默契都没有。可是如果罗琦姐不还钱，那么蓉蓉就一定会告她，哪怕是输也要弄得鸡犬不宁。如果蓉蓉她折磨罗琦姐，那么罗琦姐就一定会惩罚季玉，不让她见孩子，剥夺她的探望权，以惩罚季玉的方式间接惩罚蓉蓉。所以你认为关键点就是还钱？没错。但是我觉得罗琦姐她100%不会还钱。如果说她以前还有还钱的可能性，但是现在她一定会认为说有什么大事儿啊，非要这样告来告去。行，你恶心我是吧？那我就恶心你老公。那你的意思是，这件事只能让季玉去做工作？季玉她要是会做工作，也不至于让局面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那你的建议呢？那就让他们打官司呗。他们既然喜欢打，那就让他们打呗。怎么了？这不是您一向的主张吗？怎么到了您家人身上？不，我一向的主张是能不打官司就不打。所以你现在去了解一下蓉蓉的成长历史，包括她的家庭背景，看看她有什么样的朋友，有谁对她有影响，包括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没有养过宠物。您是想要说服蓉蓉撤诉啊？总要有人先松口嘛。那为什么不是罗琦姐先松口呢？你刚才说了，罗琦告季玉，那是因为蓉蓉先告了罗琦。那也是因为季玉他在没有经过蓉蓉同意的情况之下，就给了罗琦姐一大笔钱，让她去买房子。你也说了，想让罗琦还这笔钱是不可能的。所以您的意思是，在罗琦姐她不还钱的前提之下，还要让蓉蓉撤诉？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那怎么可能嘛？除非蓉蓉出车祸死了。我发现你这嘴也够毒的。我跟您学的。那你能不能跟我学点好呢？学什么呢？出去，按我说的办。好的。罗宾，我给你打电话说你忙。现在蓉蓉要告罗琦，你站哪边啊？你这躲着我是心虚呢，还是没想好怎么面对我，怎么跟我说呀？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一辈子都是。所以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这案子啊，你别跟我说我不信。但就算我相信你是个大忙人，也就是说，你公司是个大公司，对吧？你有很多的律师啊，这你不可能知道每个律师都在忙什么，尤其是这种案子又是小案子。又或者啊，你有你的原则，对吧？别的律师在做什么啊，是什么进度你也不知道，也不好问，这我理解，我明白。但是你也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听听我心里在说什么。罗琦于我而言呢，她不是别人，她是我的前妻，是我孩子的母亲。我以前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没让她幸福过，所以我内心很愧疚。所以这次她跟我借钱的时候，我想都没想，我把能给她的钱我全都给她了，就是作为一种补偿。我没有办法看着他们娘俩过这种日子。蓉蓉跟我说了，她说这笔钱呢，是她留给自己跟肚子里的孩子的。我什么都没想。他想住最好的产房，不能让他们娘俩就这么过。想找最好的医生，你一定把钱给我要回来，要回来才行。你说现在罗琦上哪儿还这钱？就算他有钱，他也还不上。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我怎么就混成现在这样？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以前大家都说我是暖男，上大学的时候很多女孩子喜欢我，就算是我后来离了婚，也很多阿姨也愿意把他们的女儿说嫁给我，因为我善良。但我怎么现在就被别人说成渣了呢？我哪里渣？哪儿渣？你告诉我。你给谁发微信呢？给你发呢。那为什么不发给我呀？你这不是已经来了吗？不，你真的，我真的给你发信息，你看。我看不见，你发给我吧。哎，我再斟酌一下哈。你生活当中是不是做每件事情都要像写法律意见书一样？那你觉得这样是好呢？还是坏呢？你知道上次吃饭为什么我们两个人不欢而散吗？我知道。后来罗宾他教训我了，他说谈恋爱啊不是分对错。你还真是什么都跟罗宾说呀。来，你坐。欢迎下次光临，是不是你请客呀？那必须。那我们去唱歌。哎，您好。你好。您几位？2位，厉小姐定位的。好，我帮你查一下。好，谢谢。哎，姑娘，谢谢。哎，那你看看我这么给你发行不行？收拾了吗？好巧啊。是挺巧的。反正既然碰上了，我就打扰一下2位。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们2位。我们不是你的代理律师，没有义务回答你的问题，更何况现在是下班的时间。我跟你无冤无仇吧？就是你来挑唆我现在的妻子去告我的前妻是吗？就为了赚点钱，是不是？我知道你们是按这个诉讼的标的拿提成的，但就为了赚钱干这种事儿，你晚上睡得心安理得吗？我晚上睡得可香了，干缺德事儿的人是你。我干缺德事儿啊？我缺德？我还就告诉你，我从小什么都缺，我缺钱、缺爱，我缺机会，我甚至缺心眼儿，但是我就不缺德。他凭什么说我缺德？他凭什么说我缺德？姐，这是餐厅，不是餐厅，他说我不，就是缺德呀！干嘛呢他们？不知道，这是餐厅啊，大家吃饭的地方，大家都是来这儿啊享用美食的，对吧？你也一定约了朋友吧？你朋友呢？你约的谁啊？罗宾。罗宾，刚才我下班的时候看见他好像被什么事缠住了，这样你给他打个电话。你不用给丽娜打，就是丽娜帮我们约的。也约这儿吗？对，丽娜她有的时候脑子犯糊涂，也可能约的不是这儿啊。你是想让我走是吧？影响你们2个了？啊？不是你们2个在这干嘛呢？今天穿得这么帅，口袋巾都放上，这么正式。约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不，我们2口子吃个饭，不是那个我们俩在这儿吃口子饭啊，就是吃口子饭。2口子吃口子饭。好，你的何大老师有没有告诉过你啊？在你们律所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禁止办公室恋情。如果一旦发生了有一方必须要离开律所，他有告诉过你这一条吗？律所是有这条规定啊，但是说的是禁止办公室恋情。我们俩现在只是交往阶段，并不是恋人关系。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发展成了恋人关系，我们有一方一定会离开律所。离开好，喂，金玉，我是丽娜，
不好意思啊，今天跟罗宾见面的地方换了，我忘了告诉你了。我现在把新的地址发给你。成，我过去。是约错了地方吗？是。但也别太操心了，反正接下来呢，你们两个应该好好的聊一聊。万一你们真心相爱，一旦进入了正式的恋爱关系，看看谁是那个离开律所的那个人，是你还是你？反正得有一个。不打扰了，慢慢享用啊。我觉得他这个人真是有自知之明，缺钱，缺心眼儿，最缺的就是德。哎，你说他一个快离2次婚的人，凭什么来教育我们未婚的人？先生您好，您的菜已上齐了。哎，谢谢，请慢用。你还没有回答我呢，我们律所为什么会有这么奇葩的规定？因为这个办公室恋情，它会影响律所的整体公正，而且会导致工作关系的失衡，尤其是这种上下级关系，比如说像你我之间的这种我呢是高级合伙人，你呢是一般的受薪律师，这样有的时候会造成公私不分明。那如果我们真的决定在一起了，还要偷偷摸摸的？那不行，我何塞做事情，从来都是光明磊落。那我们谁辞职呢？剪刀石头布？不，那个我们不开玩笑啊。那要不我们投硬币吧？你看哈，我呢是高级合伙人，我不能轻易的就辞职啊，我得对全景负责任，而且呢，我的那些重要的客户，我也要对他们负责任。我也有。不，你就是我妹妹蓉蓉嘛，到时候可以把她转给我。那我们说好了。说好了。我们就做同事。你看我们效率多高，才吃了1顿饭，就决定了要做一辈子的同事。不，为什么啊？不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2个人做同事更合适。何塞老师，谢谢你的晚餐，我先走了。来来，再见。来来，来来，来来。你知道罗琦为什么管我借钱吗？就因为这个王丽她中途变卦了，知道吗？那看这意思，现在是和好了，那钱就还给我呗。你小点声，这事儿我回头问问罗琦到底怎么回事。现在给他打电话。打电话问问他是怎么回事。用你的打，我打什么电话呀？他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肯定骂我一通就挂了。再说了，连你都怀疑我，肯定知道蓉蓉告了。那么你说他是不是更得怀疑我？是我挑唆兰兰告的他？你有这动机吗？我没有。你有，你当然有了，怎么会没有？兰兰是蓝红的妹妹，罗琦又跟蓝红是有仇的，所以他说他在给他姐报仇呢。然后他姐是你前女友，你站在了你前女友的这一面啊，对，上次你还帮蓝红去争家产，就把你亲姐这咔嚓就给牺牲了，所以就因为这事儿还导致了他跟王丽之间的这个误会和矛盾，你是再犯。你再胡说八道，你的事儿我真不管了。你的事我真不，烦不烦？你烦不烦？喂，啊，在回来的路上，对，跟罗宾在一起呢。你和罗宾吃饭，为什么要骗我说见个朋友呢？我骗你什么了？这罗宾不是朋友吗？很好的朋友吗？哎呀，这回来路上在车上呢。好了，先不说了。
我算知道了，你为什么不结婚？智者太睿智了，你瞅瞅这蓉蓉以前没结婚的时候对我什么样？宽容体贴，你再看看现在，你怎么不想想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小安要听话，今天啊。然后你听妈妈说啊，你到时候啊，老师问你什么，你要抢先回答，听到没有？啊，乖一点，不许粗心啊。好，去吧，加油啊！好。你找我律师谈去。我不是作为律师来找你，我是作为你弟弟来劝你。那你劝蓉蓉撤诉啊？这是两回事儿。蓉蓉告你是让你还钱，你告季玉是剥夺他对小安的探望权。我的意见是啊，这是大人跟大人之间的纠纷，绝对不能波及到孩子。小安是我的孩子，他们家太事儿，我不想让小安一天到晚跟他们家发生关系。但这对小安不公平，这对季玉也不公平。我还要去上班呢，我还要面对很多没有孩子的同事，一起跟他们竞争 KPI 呢。我还觉得对我不公平呢。我年纪大了，我需要照顾，我找谁说理去啊？我跟你讲，罗宾啊，咱们俩在一块儿以后少说这些不高兴的事儿，离他们远一点儿。你虽然是律师，但你不是我的律师啊，对不对？医不自治，律师也不应该老是打自己家的官司。我是你姐，你是我弟，以后咱俩在一块儿啊，就谈些高兴的事儿，像小时候一样多好啊！烦死了，一天到晚谈这些事儿。什么叫烦？我现在在跟你沟通，我不想听。你去跟我的律师沟通，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哎，你能不能别走啊？哎呀，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我上班来不及了，你不上班啊？赶紧的。你慢点开。忙去吧。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谢谢，不要打搅我。我不会计较你对我的态度，鉴于你刚刚受过伤害。丽娜，我告诉你，你自以为你了解所有人，包括我，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我在很年幼的时候，我的人生就已经被规划好了。别人最多是被包办了婚姻，我是连我的人生都被包办了。谁包办你了？我父亲。他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让我明白，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我要么做律师，要么做法官，要么做检察官。总之，我只能干这个事儿，子承父业。别的事情，艺术、唱歌、跳舞，那都是其他孩子要做的事儿。所以我就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由我父亲做主，他一手包办了我的一切。这不是也挺好的吗？至少你还有一个关心你的父亲。不像我，25岁之前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配偶，包括恋爱关系、情侣关系、直系血亲关系，3代之内，旁系血亲关系、近姻亲关系。同学要从小学同学算起。何老师，啊，前女友算不算？算。我要求你们用签字笔，用正楷的书写方式填这张表，填上自己的名字，时间要精确到分。下班之前交到我办公室。但是我今天下午要开庭。我说的下班时间是今天0时之前。这不算侵犯我们个人隐私吗？哦，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刚刚摁关门键的时候没看到你。没关系，没关系。好，谢谢。对不起啊，谢谢。你几层？我19层。哎，你也去19层啊？啊，19层是我们律所，你是去咨询的吗？算是吧。那你有没有找到律师啊？没有。那你要不就咨询我吧。啊，你好，我是全景律所罗宾律师的助理黛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